这段时间，泽连斯基颁布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法案，打算修改克里米亚的行动规则，并且还要求在1个月内得到落实。看来南线战场的成果让泽连斯基信心倍足，但也让俄军压力倍增，只能再度调动远东兵力来应对。不知道岸田文雄怎么想？或许这是夺回北方四岛的最佳时机，因为此时是俄罗斯远东地区100年来防守最薄弱的时候。另外，据外媒消息，此前驾驶 Mi-8直升机投奔乌克兰的俄军飞行员高调接受了采访，详细讲述自己弃暗投明的始末，还呼吁更多的俄军战友加入乌克兰。8月底的那几天，乌军终于在克里基夫一带取得巨大战果，先后拿下罗伯基涅与维尔博韦。要知道，俄军在南线战场深度经营，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利用相互连接的战壕、防空洞、反坦克障碍物以及沟渠，打造出了一条30公里深度的坚固防线，并且还部署了大片高密度雷区，平均每平方就有5颗地雷。同时，还将俄军最精锐的第58集团军部署在这里，阻碍了乌军早期的反攻攻势。之所以受阻，就是因为大片的雷区，而且还处于俄军火力点之前。只要乌军出动扫雷车辆，就会被俄军火力针对。在这种情况下，乌军只能派出步兵一点点排雷，甚至很多时候只能在黑夜作业，导致乌军利用数周时间才清除了一条进攻路线。在克服了雷区以后，乌军才体会到了高空任鸟飞的快感，可以再次利用坦克和装甲车在被突破的俄罗斯防御层的战术后方更加自由机动，所以才能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先后拿下罗伯基涅与维尔博韦。可别小看这2个不大的居民点，这可是苏罗维金防线中第1道战线的核心。除此之外，还有斯普罗、科皮夫卡这3个战略重镇，形成了一个牢固的铁三角，将乌军阻挡在防线之外。在乌军拿下罗伯基涅与维尔博韦后，铁三角防御已经被瓦解。这个消息也得到了乌军高层的证实。目前，乌军已经突破苏罗维金防线的第1道战线，正在突破口2侧推进，同时在收复领土上巩固阵地。拿下这里后，乌军接下来将有很大概率高歌猛进，彻底打开整个扎波罗热的战局。因为苏罗维金在这次防御部署中，只将第1道防线打造的最为坚固。按照乌克兰准将纳夫斯基的说法，俄军在第1道防线投入了60%的时间与资源，第2道与第3道防线所投入的加起来也才40%。因为苏罗维金想将乌军阻挡在防线之外，压根儿没想过乌军能突破第1道防线。这也确实让乌军推进十分困难，也正因为第1道防线占用了太多时间与资源，所以后面的防线就相对要脆弱许多了。俄军为了方便军事调度，其中的雷区并不连贯，而是留了多个缺口，这就给了乌军很好的机会，可以出动机械化部队进攻防线。一旦第1道防线被突破，俄军的整个防线就面临被瓦解的风险。从莫斯科调动远东导弹部队的举动上，就能感受到俄军前所未有的压力。第2道防线的核心在托克马克，只要乌军顺利能拿下托克马克，整个苏罗维金防线基本上已被瓦解。俄军到亚速海的所有目标，包括克里米亚大桥，都将置于海马斯的射程之内。同时，乌军解放梅利托波尔的计划也将着手实施。届时，乌军不仅能将整个战线一切为2，从而切断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驻军的陆上供应线，还能进军克里米亚半岛，距离反攻成功也将越来越近。正是因为局势变得顺利，所以泽连斯基才会颁布这项新法案，并修改克里米亚的行政区划分，并要求在1个月内得到落实。潜台词就是乌军要在1个月内收复克里米亚。另外，乌克兰最大拉达也表示，这项法案代表着乌军将会恢复国家领土安全，作为战略最优选项。因为南部战场的成果让泽连斯基感到了希望。据说在托克马克，俄军感受到了南部战线的巨大压力，已经开始有组织地掠夺当地企业，并从一些企业手中搬走了不少设备。而这只是俄军败亡的开始，正是感受到前线的巨大压力，俄军又开始动用远东的兵力。为了弥补战场上的装备缺口，俄罗斯已经动用了所有的办法，就连苏联遗留下来的大量库存装备都被拉到了战场上，包括在远东地区储存的部分 T-5455系列坦克，这些可都是50年代的生产的装备。不仅如此，保证俄罗斯远东地区安全的兵力也被紧急抽调到乌克兰战场。根据北约情报部门的消息，俄罗斯正在不断从远东地区抽调军事力量，包括部署在勘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的大批防空导弹部队。这些导弹部队正在通过一列列火车，从西伯利亚地区跨越数千公里，进入俄罗斯的西部边境。在这些列车上装载着各种武器系统，包括 S-300V4型防空导弹、P-800型搞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
以及铠甲 S1 防空导弹系统等等。远东地区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完全不用火力军赘述了，所以俄军在这里部署了大量兵力，同时还有大量防空系统与反舰导弹系统，尤其是北方四岛这片区域 ，S300与 S400防空系统遍布岛屿。但如今这些武器系统都要紧急运送到西部地区，就连第18机枪炮兵师都被调走了。这可是俄军在远东地区的压箱底部队，来历很不同寻常，只配备少量主战坦克和装甲步战车，不强调机动作战，主要部署在北方四岛所在的泽卓岛和国后岛上，用于对日防御。俄军疯狂调动远东兵力，身为邻国的日本也能看到的，难道普京就不害怕吗？在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的前期，曾将包括太平洋舰队旗舰在内的大批远东部队调到西部边境参战。日本就曾利用这个机会在北方四岛的问题上发挥。岸田文雄更是表示，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为了防范日本，俄罗斯也就没敢调动第18机枪炮兵师。但随着苏罗维金防线第一道战线被破，南部战场让莫斯科感到了非常大的压力。为了对乌克兰的作战，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部队几乎都被抽调到乌克兰，包括勘察加与海参崴的几个精锐海军步兵旅都被拉到了乌克兰战场上。如今导弹部队与第18机枪炮兵师也开始动用。毫不夸张地说，现在俄军在远东地区的部署变得非常虚弱，甚至是100年来最脆弱的时候。虽然俄军在远东地区还驻扎着太平洋舰队，其中维柳钦斯克基地坐落在山区，核潜艇基地深藏在山体内部，拥有坚固的洞库式停靠码头，这是俄军2大战略核潜艇基地之一，保证俄罗斯在西太平地区拥有话语权。但既然是战略性威慑力量，肯定是不能轻易动用的。那俄罗斯此举就是在给日本机会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出动电子战队登陆北方四岛。凭借日本现有兵力，目前俄军在远东地区的兵力根本难以阻挡日本的脚步。第301电子战中队负责压制俄军侦察、火控雷达，干扰俄军通信系统。F-35负责夺取制空权，对俄军目标进行重点清除，然后出动2栖机动作战旅进行登陆作战。同时组织航空兵部队与海陆军防空部队在登陆区域建立起掩护空域，以特种作战力量袭击和破坏敌空海军侦察预警和指挥控制系统，破袭重要机场、港口设施，配合己方保持电磁权、制空权和制海权。一番操作下来，可能俄军还没反应过来，北方四岛就被占领了。目前考验的就是日本对北方四岛的执念有多深，以及普京敢不敢两线作战的问题。显然，这个风险俄罗斯是知道的，但即便如此，还是选择大规模调动远东力量，肯定是因为乌克兰战场上的危机更加严重。首先，顿巴斯地区一直都处于战争与炮击的威胁之下，这导致当地经济发展受阻，平民生活都成了问题。想要维护这些地区的稳定，俄军只能想办法加强防空力量，拦截乌军频繁的无人机袭击。此外，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俄本土都处于乌军无人机与导弹的威胁之中。如果没有足够的防空力量，这些地区将长期需要俄军支持，成为莫斯科一个持续流血的伤口。为此，俄罗斯不惜将远东地区的千岛群岛的防空力量都调集过来，目的是建立起一道长达2000公里的防空封锁区。这个封锁区的目标是确保俄罗斯纵深区域和公投四周的俄空区安全。所以在乌军攻克俄军第一道防线之后，莫斯科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位弃暗投明的俄军飞行员向俄军同胞们发出了真挚的邀请，来跟自己为乌克兰而战吧。最近，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发布了一段采访视频，正式披露俄军飞行员驾机投奔乌克兰的详细始末。这名飞行员名叫马克西姆·库兹米诺夫，原本隶属于俄军第319独立战斗控制直升机团，是一名 Mi-8突击运输直升机的飞行员。这是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第2位选择投奔乌克兰的俄军飞行员。采访时，库兹米诺夫很坦率地表示，是自己主动联系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投奔乌克兰也不是为了钱，因为自己是一名飞行员，本身薪资就不算低，在拥有体面的工作以外，还拥有2套公寓，所以肯定不是为了金钱的。之所以选择投奔乌克兰，是因为自己也不愿意与之为敌。库兹米诺夫也知道，如果投奔乌克兰，意味着自己和家人将面临非常大的危险，并且还需要放弃在俄罗斯的一切。但在收到乌克兰劝降电台的消息后，还是决定冒险尝试，并与乌克兰情报部门进行持续半年之久的沟通策划。面对库兹米诺夫的担忧，乌克兰情报部门局长布达诺夫公开表示，不仅要保证库兹米诺夫的安全，并且还会在俄罗斯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家人带到乌克兰，
也正是因为这些保证，库兹米诺夫才会选择驾驶 Mi-8直奔乌克兰。按照库兹米诺夫的说法，在经过大半年的沟通策划之后，才协商好具体的行动方案。当然，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没有任何人给他压力。在逃离俄罗斯当天，库兹米诺夫按照乌克兰安排，驾驶直升机靠近边境，然后降低飞行高度，并进入无线电静默状态，直接导致俄军失去他的联系。然后在乌克兰情报部门的配合下，最终降落在乌军控制区内。同时，在直升机上还搭载了苏27与苏30 MS 战机的一些配件。同时，机载通信或电子战系统也将其送到美国进行研究。与此同时，库兹米诺夫还开启了喊话模式，全向其他的俄军士兵。他说：“这里没有法西斯分子，我不想助长对俄罗斯的犯罪行为，跟我一起为乌克兰而战吧。乌克兰将为其提供工作，并照顾你的余生。”显然，乌克兰情报部门的这个举动，就是为了让俄军军心不稳，最好能乘建制投奔乌军。不过，不知道这位飞行员有没有顺利与自己的家人团聚。想来，乌克兰情报部门放出这么详细的采访影片，应该已经将其家人带到了乌克兰境内。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